1968年，美国科学家约翰·卡尔霍恩亲手打造了一个动物天堂，无限的食物，恒温的舒适环境，而没有天敌，256个舒适的巢穴，最多能住3840只老鼠。他放进去4对健康小白鼠，以为会看到一个无限增长的繁荣文明。结果呢，老鼠的数量冲到2200只就停了，远未达上限。接着，雄鼠不再求偶，整天梳毛发呆，被称为美丽鼠。雌鼠开始攻击幼崽，甚至弃养。新生代完全丧失社交与繁殖能力。第1780天，最后一只老鼠停止呼吸，整个种群走向终结。而最令人深思的，不是数量的减少，而是社会活力的悄然消退。活着，但失去对未来的期待；具备繁衍能力，却主动选择退出。而在当下，我们似乎在重演着这一幕。2026年1月19日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人口数据，出生人口仅792万人，却有1131万人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全年净减少339万，总人口跌至14.0489亿，连续第4年负增长。更扎心的是，792万，创1949年以来新低，比1943年抗战最艰难时期还少。全球每出生100个婴儿，中国人口只占6.1%，而60年代曾占27%。我们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链、最高效的基建，可当代的年轻人却越来越不敢结婚、不愿生娃，甚至不想社交。不是没能力，而是在高度内卷、高成本、低预期的系统里，繁衍成了非理性选择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扒一扒，当下东大的人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这场无声的塌陷，未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？先看一组纵向时间线，你就知道问题有多严峻。1963年，登大出生人口达到历史巅峰2934万，这是困难时期后的补偿性高峰。1990年，出生2391万，这是计划生育全面实施后的最后高峰。2016年，全面二胎政策正式落地，出生1883万。2022年，出生人口仅有956万，人口正式进入负增长。2024年，出生人口小幅反弹至954万。2025年，只出生了792万，断崖式回落，创历史新低。注意，2024年那波出生人口回升只是假象，2025年直接打回原形，而且跌幅高达16.9%，远超预期。为什么东大的年轻人彻底不生了？第一，经济账算不过来。2025年国家生育成本报告显示，0到17岁养育成本平均68.9万元，一线城市超100万，相当于父母10年可支配收入。加上教育内卷、房价高企、职场歧视，生一个等于背上30年房贷加无限焦虑。第二，育龄女性数量断崖式萎缩。2025年20到35岁主力育龄女性仅 1.68 亿人，比2015年减少4200万，到2030年将再减3000万。不是不想生，是能生的人越来越少了。第三，观念彻底变了。2025年青年婚育调查显示，72.3%的95后认为不婚不育也能幸福。女性平均出育年龄升至29.8岁，比2010年推迟4.2年。养儿防老观念崩塌，65岁以上老人空巢率超56%。但问题是，人口塌陷不只是家庭问题，更是东大的系统性风险。我们从4个维度拆解。地理上，东北3省人口全部负增长，黑龙江10年减少646万，而广东、浙江靠外来人口勉强维持正增长，但本地户籍出生率同样低迷。另外，东大有超过70%的县域人口净流出，空心村和鬼城中学遍地。经济上，劳动力降至8.51亿，比2010年减少1.26亿，但60岁以上老人达3.23亿，老年抚养比升至25.6%，到2050年，这一比例将突破50%，社保的压力高到爆炸。消费上，母婴产业首当其冲，2025年奶粉销量同比降18%，童装品牌关店超30%，教育行业巨震，全国小学在校生比2020年减少1400万，教师编制大幅缩减，连房地产都受影响。2025年学区房溢价消失，3、4线城市新房需求萎缩40%。政策上，
上面已意识到人口危机，2025年密集出台政策，全国推行育儿补贴，扩大普惠托育，目标2027年入托率从6%提至20%。部分城市试点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，不孕治疗纳入医保。但问题是，这些政策见效太慢，而生育窗口正在关闭。这个时候，很多人会拿东大隔壁的日本和韩国进行对比。先看日本，日本总和生育率1995年就跌破 1.5，2023年为 1.26。但日本有全民医保、终身雇佣政策以及高储蓄文化，老龄化虽重，社会未崩。更关键的是，日本1990年城市化率已达 77%， 已完成工业化，人均 GDP 超3万美元。而东大在2025年 TF2 已跌至 1.0 左右，但人均 GDP 仅 1.3万美元，未富先老。社保体系薄弱，灵活就业者超2亿，养老全靠自己存。再看韩国，2023年 TFR 全球最低，仅 0.72， 首尔房价收入比超20倍，青年绝望感极强。但韩国靠半导体、汽车等高端制造出口，财政尚能支撑福利。而东大正面临产业升级未完成加人口塌陷提前到来的双重夹击，未来会怎样？根据西南财经和清华大学发布的人口预测报告，若生育率维持 1.0，2050年人口将降至 12.3亿，2100年可能只剩 5.9亿，65岁以上占比2050年达 32.6%， 每3人就有1个老人。劳动力缺口2035年将超1亿人，制造业、护理、物流全面缺人。但也不是没有希望，破局点在于3个转型。第一，从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。2025年16到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1.3 年，研发人员超1079万，人力资本在提升。其次，从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化养老，银发经济规模2025年破7万亿，智能护理、社区养老加速落地。另外，需要从人口依赖转向制度创新，延迟退休、机器人替代、AI 提效正在对冲劳动力萎缩。最后说句实在话，人口问题从来不是多生几个就能解决的，它背后是住房、教育、医疗、性别平等、职场文化、社会保障的系统工程。对普通人而言，如果你已为人父母，别被必须生2胎绑架，量力而行。如果你还在犹豫，记住，生育是权利，不是义务。如果你关心东大未来，那就支持那些真正降低育儿成本的政策，而不是空喊为国生娃。2025年的人口数据是一记警钟，但也是转型的起点。人口不会突然消失，但14亿人的时代正在缓缓落幕，而下一个时代属于那些在少子老龄化中依然能找到尊严与价值的人。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